对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，就是啊，在中国大陆，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地对，方，所以呢，这个普通话也有很多不同的发音的嗯哼，方法，嗯哼，嗯哼，不是全中国大家都发一个声音的。嗯哼，还有一件事情哦，很多的中国人的说的普通话不是标准的普通嗯哼，话，嗯哼，嗯所哼，以不要觉得说在中国的人大家说话都一样，嗯哼，这是尤其你可以就是跟美国做一个比较，在美国也有不同，在地对，方也有不嗯哼，同的发音，在中国这个发音不同的地方更多，而且这个区别更大。对。所以呢，你这个找老师的时候也是要注意，但是这有时候没办法注意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东对，西是标准音，你要因为学习一从来点点才会发现，或者你要去中国或者去台湾，你才会发现什么是发音的区别。那对时候呢，你可能你自己可以决定，你要那有时候有人哦，我特别要那个北京腔，好了，那你去北京，你跟北京老师学习啊，那个儿化，可以了。那有的人可能比较喜欢那个来自成都的老师或者什么的，就是随便啊。可是呢，大部分的时间，那我个人呢，我有台湾腔，我一开口你就知道我是当然，如果我跟一个来自北京的人，我马上我会改变，我就跟着对方的口音，因为我住过，所以我可以。但是我个人我没有办法，如果现在要跟你用那个北京腔，我可能不太会了，因为不是我的习惯。嗯，但是呢，我要讲什么？哎，我打个岔，哦，好，我觉得你的台湾腔还好，不是很重，不是很重，对。不是很重，一点点而已。你真的今天要我讲台湾国语，我也可以说啊，哎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是啊，老这个师啊，是台湾嗯。国语可是啊，所你以是老师，我也是老师啊，所以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四是，我们都分得非常清，这是应该的吧？我们考过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大概知道，因为台湾其实在发音方面也有一些问题。如果我们要说跟那个国语的那个最理想的发音，有很多人都有，那美国也有啊。我们就是那个 Broadcast Standard Mandarin 或者 Broadcast Standard English，跟一般的口音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而且他们的对要求是非常高。特别是中国，你要去中国当一个那个主持人或者什么的，你要考啊，那个考试不简单，是非对，常难。所以好，那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那我们讲到口音，讲到那个不同的老师。你个人呢？你觉得一个人他来到 iTalki，iTalki 他们找个老师，最好是一个老师还是几个老师？如果如果钱不是问题，时间不是问题，你觉得什么是最好的？一个老师还是几个老师？哎，我觉得你说同时吗？对对对对对，那你一个礼拜上10次的课，你我觉觉得得？而且你现在呢，你没有办法出国，你没有办法出门，你就是在家里啊，你要学会中文。那一位老师还是几位老师，哪个比较好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这个老师多有好处，因为老师多的话呢，你可以比较，嗯哼，你可以发现呢，这个在说中文的人呐、这个有东西真的是口音不同的。就算今天这个老师是北方来的老师，因为 Mandarin 中文呢、是北方的方言，对，所以这个而且不旧的一种语言啊，大概650年左右的，这算对，是因为蛮年轻的一种语言啊。对，你说的对，譬如说像台湾话呀，这个其他的这个，譬如说中国南部的这些省份说的话，是以前的古语，这个也很比较接有意思的。近那个唐诗他们说的话，还有广东话也是，算是一个对蛮旧的一种语言。对，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东西。那你如果说的这个汉语的话，我们现在说这个汉语是其实不是汉语啊，这个是为什么是
是蒙古的是满洲人啊，对对，满洲的，对对对。所以你刚刚才说为什么600年？因为这个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说的话，所以呢，这看你这个一个就是说，看你这个老师，你要是选很多老师的话，你可以听这个老师说话的声音，其实都是不一样的。就算他今天是从北方来的老师，有的人的那个北方那个腔啊特别重，你最好也不要。就算他说他自己是北京人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以前啊，这个20-30年前当中文老师一定要有这个要说会说儿话。现在呢，因为这个政治跟经济不一样了，在中国呢，譬如说在那个东南海这沿海的地方，就是变成很繁荣了。然后很多外国人到那边去，所以这个地方也变成比较重要的地方。就是说，它这个中国的政经的重点从北方现在移到了南方了。对对对，上海，还有什么那个离香港很近的那个大城市叫什么？深圳。对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这个中文老师啊，不一定要会说儿话的，因为这个儿话呢，也是一种特别的声音啊。你现在反而你说了儿话，有一点奇怪。所以就看你想要什么。所以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想要有很多老师来大家比较一下的话，可以，这是一种经验。还有呢，这个老师教学的方法也有关系。那你今天不要找2个老师，刚好教学方法是不一样的，这样子会把你弄混了。譬如说，很多老师呢，他就比较就是一般在学校教的方法，他就叫你背生词啦、念文，就是学文法啦，这是一种教法，这是一般的在国外教外国语言也是用这种方法。那用这种方法的话呢，你的那个词汇可能会比较多，你可能会比较读比较好，你可能会写可能比较好。但是呢，譬如说我教的方法的话，就是比较不偏重这个地方。那你就会比较容易会说会听，而且你的发音会比较标准。所以你要找老师的话，你要看你想偏哪边。对，找老师。那有的人可能在准备那个汉语水平考试，那有一些是他们其实就是汉语水平考试的专家。那通常就看那个 bio 是非常清楚，他们比较偏向哪一方面。那有的人，比方说你个人呢，我选择你呢，是因为你比较是偏向沟通的方面，是很轻松，你不会说高健你要回去写什么文章啊，或者是背什么生词啊。那当然我会，只是一点点，但是那不是我们课堂上的那个重点，对吗？那有的老师呢，他们比较，那比如说你要去中国，你要去那边读书，你要考 HSK， 你肯定要考啊，你要考过，如果要上大学，你要上博士，上硕士，那你进去之前你要考过，所以呢，你可能要找一个 HSK 的老师，所以都是重点就是看你的那个你的要求是什么。另外呢，我们没有讲到了，但是我觉得也是。我可不可以给你打一个岔？可以。这个找老师啊，你说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在婴儿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学，跟我们的父母学。所以你呢，找第一个老师，其实啊，我就是你的妈。就是你要找到。不是你的爸好不好啊？不一定是女的。可是大多数都是女的，你的父母对啊，这个关系啊是很，就是你跟他的关系是很重要的。你如果能够让你觉得这个感觉啊是很亲密的话，你的学习起来也比较快。对，没错。同意。对，我刚刚要说什么？是选择老师呢？那我们通常 iTalki 有一个好处呢，就是你选择通常。iTalki 会有一个就是试次课啊，我们就这样说，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是20分钟左右，可以试试看，而且那个价钱通常比较低，比较便宜一点。那个我觉得你要多用吧。如果你买那个50块的 deal， 然后你现在你有60块钱，你可能要花一部分，就是很多用很多都在那个试次课的那个部分，因为你要看谁
跟你就是谁配合你的你的态度啊，你的那个习惯，你的学习的性向，对都有而且你会发现，不只是发音，不只是那个教学法，也有区别呢。可能是他们用的那个词来表示他们的那个，有的人比较文雅，那有的人比较那当然你是初级学习者，你不会注意到了。可是你中级啊，你高级啊，你那个流利级，这个应该对你很重要，而且他们的那个教学背景也很重要。他们有没有教过那个生意中文？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你可能会碰到问题。所以你需要什么？你可能要多想、多研究。那现在italki 有很多老师，有很多选择，所以你就试试看吧，对吗？